自美国人把照相机安装到侦察卫星上后，便如同开了一只天眼，严密地监视着整个世界的一举一动。到了70年代，其第5代侦察卫星索远11已经可以达到1米的分辨率，能清晰地识别地面的车辆、房屋等各种物体。而在1990年7月，这只天眼捕捉到了中东异常的一幕：伊拉克的大军正朝着科威特的边境开始集结。科威特既是一个弹丸小国，也是一个石油大国，不到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下全是黑色的金子。尽管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但经过8年的战争已是千疮百孔，濒临破产，就连军队的正常开支都无法维持。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政权，总统萨达姆于是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科威特，指责他们恶意降低油价，扰乱市场，加速了伊拉克的经济危机。因此萨达姆要求科威特这个偷油贼赔偿100亿美元，不然就要兵戎相见。当时伊拉克拥有100多万陆军、4万空军，配备了5000多辆主战坦克、1000多架战机，另外还有40多艘战舰，其综合军事实力在中东排名第1，世界第4。这架庞大的军事机器只要轻轻一挥，便能将科威特碾为齑粉。但美国人困惑的是，无论伊拉克是要油还是要钱，都不必大动干戈，往科威特调集这么多的军队。8月2号，伊拉克的10万大军侵入科威特后，又陆续开向了沙特边境。此时美国才恍然大悟，萨达姆的这把牛刀不只是为了杀鸡，还暗藏着一个沙特。一旦得逞，萨达姆便控制了40%的世界石油，届时他便可以坐地起价，指美国等工业国家之牛耳。随后美国迅速制定出了一个代号为沙漠盾牌的作战计划，以阻止伊拉克的入侵。正所谓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，现代战争同样离不开巨大的物资支持，尤其是美国兵，打仗前总得先把物资堆出几座山，似乎只有把咖啡牛排全部带到异地，才能舒适的作战。仅仅在头2个星期里，美国便使用飞机和航母往海湾运输了300多万吨军需物资，并在周围各地部署了600多架飞机和50多艘战舰。也就是说，美军绕了半个地球，终于在一个风头正盛的对手门前成功的安营扎寨。到了12月上旬，以美军为首的30个国家已经在海湾集结了50万大军。那浩大无比的阵势，简直像是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。萨达姆心里很清楚，以自己的实力根本干不过美军，但面对美军的沙漠盾牌，他首先亮出了举世震惊的人质盾牌。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半个月后，萨达姆便拘禁了当地的1万多个外国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英美两国的老弱妇孺。但美国毫不妥协，直接封锁了伊拉克的全部贸易，这使伊拉克的食品和粮食价格飞涨了7、8倍，许多老百姓饿得只能天天吃椰枣喝清水。但一个11岁的小女孩却给美国总统布什写了一封信，说我们可以没有百事可乐，但您不能没有石油。另外，萨达姆还认为美军至今仍走不出越战的阴影，士兵的战斗意愿非常低，并且还面临着一个师出有名的问题。起初，美国为了争取人民支持，宣称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石油资源，但许多民众却明确反对，表示不愿为了一家石油公司去打仗。但自从萨达姆绑架了人质后，美国便将这场资源争夺战提升到了一个道德讨伐的层次，指责萨达姆是第2个希特勒，还宣布他正在秘密地制造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，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。如果继续容忍他的侵略，那世界将再次面临着纳粹危机。经过一系列的妖魔化，美国成功煽动起了人们的正义之怒，争取到了多数支持。1991年1月，联合国通过了第678号决议，要求伊拉克必须撤军，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。这等于跟美国正式颁发了打仗的通行证。而这也是2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在国际社会的鼎力支持下，去和一个几乎没有盟国的国家作战。在近代史中，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伊拉克一样沦落到这种地步。按照计划，美军把进攻分为了4个阶段，前3个阶段主要是空战，第4个阶段才是地面战争。为此，美国专门发射了一颗名为长驱棍球的侦察卫星，它能够探测到地下几米深的物体。配合上索远11，伊拉克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的防御工事，在美军面前都是一览无余。1991年1月17号，美国率先对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发起了空袭。一开始，美军就使出了外星黑科技 F-117 战机，它特殊的设计能吸收雷达波束，使得雷达根本检测不到，因此被称为隐形战机。而巴格达尽管有着世界一流的防空体系，但如今它却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。在短短的1天里，巴格达的整个雷达防御系统便都被摧毁了。此时巴格达就如同一个愤怒的瞎子，用3000多门高炮和数十个防空导弹一起疯狂地朝着天上射去。就这样，美国仅仅用了几架隐形战机，便骗走了巴格达的空防大招。
接下来，美国派出上千架轰炸机对巴格达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，其携带的制导炸弹是在常规炸弹的首尾部安上摄像机和红外传感器，投放后操作人员便可以据此锁定目标，让炸弹自行完成任务。其精确度之高，能直接通过烟囱和风道钻到建筑物的内部爆炸。而在1月17号凌晨，当伊拉克哨兵看到一个飞机不飞机、导弹不导弹的物体飞过时，实际上已经看到了现代战争的新纪元。这种武器的研究有46年的历史，但却是首次在实战中使用。它就是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。这种导弹拥有极其先进的计算机系统，能自动辨认地形来修正航路，并且会自动避开敌方雷达和火力拦截。接近目标时，导弹会和存储的图像数据进行对比，经过计算后，机翼和尾翼将进行最后的调整，使弹头精确导向目标，其命中率高达100%。和制导炸弹相比，一个相当于是半自动导弹，一个则是全自动导弹。经过几个波次的轰炸，巴格达的指挥系统、通信系统、电力系统已全部瘫痪，失去了和科威特主力部队的联系。数百架战斗机则成了一堆废铁，只有少数挣扎着上天，完全丧失了制空权。另外，军火基地、运输工具也悉数被炸，伊拉克军队的后勤补给被彻底切断。而在整个空袭行动中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一共出动了7万多架次飞机，最终仅损失了29架，丧生了2名飞行员。美军就像一个外科医生，用精致的手术刀将伊拉克这个巨人的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血管一点一点地肢解掉。在高科技面前，所谓的战斗精神一往无前，呐喊愤怒都是那么的无力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美军更像是来上班的技术人员，而不是什么战士。与此同时，萨达姆还向沙特和以色列发射了54枚飞毛腿导弹，试图把别的国家拉入战争，把水搅浑，让美国深陷在战争的泥潭里。倒是人命大于天的美国便不得不妥协谈判，最终萨达姆便能保住自己的侵略成果。然而飞毛腿导弹属于50年代的产品，飞得慢不说，还是惯性制导系统，弹道很容易被测算出来，因此有2/3的导弹都被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，剩余的导弹及发射车则被美国空军一一摧毁。此时萨达姆虽然带着40多万大军驻守在科威特周围，可由于丧失了空军力量，所以沙漠中的这些陆军变成了排队待宰的羔羊。最初美军派出 B-52轰炸机进行空袭，但强风却把大部分炸弹吹离航向，偏离了目标。于是美军改变策略，使用激光制导炸弹进行轰炸，其命中率达到了80%。另外，美军还派出了300多架阿帕奇直升机，它的瞄准系统能放大数里外的敌军阵地，导弹的射程远达8公里，加上它高度的机动能力，堪称是一辆敏捷的空中坦克，是无可替代的坦克杀手。在之后的一些小规模战斗中，伊拉克军队开始出现了集体投降的事情，这意味着这支军队的士气已经垮掉了。或许在过去的战争中是需要步兵来解决战斗，但在海湾战争中，空军却完成了大多数的战斗任务，陆军基本成了打扫战场的清洁工，掩埋敌人尸体的搬运工。不过此时的美国仍有一个心头大患，那就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。根据对萨达姆一系列的言行观察，美军判断这人弦绷得太紧，情绪很不对头，一气一急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因此美军在进入沙漠后，便把防毒作为重点训练科目，并建立了全面的医疗保障体系。其配备的装甲救护车可开到前线就地抢救，里面有8个床位、2个手术台，另外还有运输机改装的空中医院。如果萨达姆真的敢使用化学武器，美国军方将使用核武器，或者直接炸毁底格里斯河和诱发拉底河的大坝，对伊拉克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。1991年2月，以美军为首的70万大军分4路向科威特的萨达姆包围过去，而萨达姆建立的防线由沙迪铁丝网、雷区、反坦克壕构成。他对此寄予厚望，认为科威特的胜负将取决于士兵们在战壕里拼刺刀。可惜老美不会拼刺刀，也不打算拼刺刀，他们直接用推土机推开了沙堤的缺口，填掉战壕，再一一的探测雷区进行引爆，以为装甲师的先锋部队开辟出一条安全道路。美军原以为将在这里进行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，事实上当他们突破伊拉克军队的作战阵地后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，敌人撤退和投降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进攻速度。当美军渐渐逼向科威特时，节节败退的萨达姆却突然回光返照，派了300多辆苏制 T72坦克发起奇袭。双方在沙漠中激战数日，打的是你死我活，难分难解，加上空军的助阵，直杀的是昏天黑地，片甲不留。一直到最后，美军派出了800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艾米1坦克，才彻底击败了对手。至此，萨达姆的军队全线溃败，开始从科威特撤离。
为了彻底摧毁他的军事能力，美军派出轰炸机前去袭击撤离的车队。飞行员首先摧毁了领头车辆，将后面全部堵死，接着再逐段投下炸弹，让汽车之间产生连锁爆炸。无数的伊拉克士兵和平民还来不及逃离，便已丧生。后来这条路便被人们称为死亡公路。1991年2月27号，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宣布停战。当美军欢呼着战斗结束时，萨达姆也在庆祝胜利，认为是他们赢了。而在海湾战争中，美军仅仅阵亡了148人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却高达10万左右。此外，还有10万平民因为战后制裁和美军的空袭而丧生。对美国人来说，海湾战争消除了越战带来的阴影和创伤。如果说别人的鲜血成为了他们治病的良药，那么同时也复活了战争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。这便是中国人说的有术无道，须知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而道之得失全在人类的良知。